他最喜欢吃的东西是带有臭气的卤制品，特别爱好臭如腐，臭到全无眼鼻，但是他的鼻子永远闻不到臭气，他所感觉到的只是霉变食物的鲜味。有一位画家钱化佛，他是张府的常客。一次他带来一包紫黑色的臭咸蛋，张师见到欣然大乐。当时桌上有支笔，他深知画佛的来意，他就问：你要写什么？只管讲。当时画佛就拿出好几张斗方白纸，每张要写五族共和4个字，而且要他用章太炎3字落款，不要用张炳麟。张师不出一声，一挥而就。隔了2天，钱化佛又带来一罐极臭的苋菜梗，张师竟然乐不可支，又对钱化佛说：有纸只管拿出来写。化佛仍然要他写五族共和4字，这回张师一气呵成，写了40多张。后来钱化佛又带了不少臭花生、臭冬瓜等物，又写了好多张五族共和，前后既有100多张，张师也不问他用处如何。我和画佛极熟，他告诉我，3马路今汉口路一支香番菜馆新到一种5色旗之酒，这是北京欢场中人宴客常见的名酒。这酒倒出来时是一杯浑浊的酒，沉淀几分钟就变成红黄蓝白黑5色的酒。其实红色黄色是一种果子油，蓝色是薄荷酒，白色是高粱，黑色是颜色液体，放在一起，所以会沉淀为5种颜色。当时此酒轰动得不得了。钱化佛念头一转，想出做一种五族共和的凭条，汉文请张师写，满文请一位满族人写，蒙回文请城隍庙一个写可兰经的人写，藏文请一个纸扎铺的人写，成为一个很好的凭条。标好之后，就挂在番菜馆中，以每条10元售出，竟然卖出近100条，画佛因此多了一笔钱。张师并没有什么固定的收入，朋友来请写字，向不要钱，兼善庄来写，按润例收费，每2、3月虽得有人来肯他写手续或墓志铭等，由师母出面，所价每件100元。有时银子收了之后，张师对某人不欢喜，就坚持不肯写，常把事情弄得很僵。杜月笙先生家祠落成时，要便求当代名人的墨宝，由张世钊开出名单，第1名就是章太炎，要他写一篇《高桥杜氏祠堂记》。张世钊虽开出名单，但声明不负联络之责。杜氏便想到一位游侠儿徐福生，外号闹天宫福生，此人曾与张师同狱甚久。张师因苏报案被捕入狱，自以为与张师颇有交易，就领命而去。张师见了闹天宫福生，敬烟敬茶，十分客气，可是要他做一篇祠堂记，竟断然拒绝。福生颓然而归，向杜氏说明实情，说他无法办到。杜先生知道我是张氏的学生，问我有什么办法可以拿到这篇文章，并且说要不要开一张1000两的装票带去。我说这是要弄僵的。后来我到张师家里去，乘机进言，我说太史公在《史记》上做过一篇《游侠列传》，老师应该对杜先生的祠堂落成做一篇文章。他听了这句话，就问我杜先生生平情况，我就一件一件讲出来。他老人家越听越高兴，张师母也从旁鼓励我，乘机立刻拿一张幅度很大的宣纸，说是老师的文字应该写成一幅横批，作为他们家祠的镇宅之宝。张师不出一言，也不起稿，就一边抽烟一边写字，大约不过40分钟已经写成。
我就把他送到杜宅。张世钊那时边看边赞说：“真是传世之作。”杜先生也很高兴，就封了一包墨金，准备叫我送去。我说这是不需要的，但想起张师母也出了大力从旁鼓励，于是我就接受了这包墨金，交给了师母。这笔钱师母拿来维持了几个月的生活。张师的书件落款往往只写某某属或某某主书，绝不称仁兄或先生。求书的人为了这点很不高兴，而且他写的是小篆，当时的富商巨公对这种字体都不认识，不表欢迎，所以他的御书生涯十分清淡。民国17年1928，北伐军到了上海，先时他曾做过孙传芳参议，而且到孙墓中讲学，诗人颇多非议，所以门庭冷落，车马稀，深居简出。张师对金钱看得很淡，对生活问题全不放在心上，经济全由师母调度。师母常叫我出去张罗钱财，我总唯命是从。但是有一次打了一个包裹，要我到当铺去点痣，这次我坚持不肯从命。我说我母亲有训，一生不上公堂，一事不到典当，所以我不肯去。师母为之黯然，问我有什么办法。我说我可以再介绍一个学生，就是同学张次公。师母立即答允，从此次公也立雪城门，有许多事都叫次公去做。从这时起，我就轻松了许多。民国18年1929中秋，房东又吵上门来收租，据说已欠租好多个月。师母潸然泪下，张师敬毫不介意。他对此等事多采不了了之的态度，有时连他自己居处的地址他也弄不清楚。一次他到3马路来清阁去买书，去的时候他叫了一辆人力车去的，看了半天一本也没有买，施然走出书店，踏上另一辆人力车。车夫问他到哪里，他只是指向西边，而始终说不出自己的寓所所在。车夫拉了半天，知道情况不妙，便问他：“先生，你究竟想到什么地方？”张师告诉车夫：“我是张太炎，人称张疯子，上海人个个都知道我的住处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”车夫频频摇头，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，仍将他拉回来清阁，然后才把事情解决。类似这般的笑话，在张师是常常有的是，不足为奇的。客居杭城，题诗讲学。某年春间，杭州昭庆寺方丈带了一筐杭州有名的土产方士送给张师，他一口气吃了6只，要是师母不加阻止，可能整筐会吃完。他这样的吃法，不仅是对方士，对其他爱好的食物也是如此。昭庆寺方丈求了几张字之后，临行说了几句客套话：“老师如果有兴趣，可到寺中来小住几日，吃住全由寺中供给。”张师听了信以为真，一口答应，并说：“我要来住几个月。”方丈还以为他是随口说说，所以也随口说了一句：“欢迎欢迎。”